灵儿，你，灵儿，李长寿，你把你师妹叫醒啊！自己哄睡着的，自己负责。你这个孽徒！谁叫我？师傅，实战了吗？是实战了吗？实战，实战了。饭要一口一口的吃。吃饭了？什么吃饭了？吃什么饭？书要一本一本的读。你这记的什么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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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你记这些干什么？把心里话写出来了。作为太清门的小小支流，我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历史？是。宗门弟子分为炼气化神、反虚归道这4个境界，每一个境界又分9阶，这每进一阶是千难万险，千难万险。资质、意志、机缘，缺一不可。师傅，归道之后呢？归道圆满，先度天劫，劫后余生方可成仙。这又分为元仙、真仙、天仙、金仙，穷究整个渡仙门。这等境界，没几个人能达到。莫急，莫急，付出一点耐心。好。等你什么时候把这张终极的符箓燃起，方是登堂入室了。不是，我没听你掐卷念咒啊，这怎么就是燃了？我就感觉这个符咒它在叫我，然后就一瞬间有股暖流从我的手指间划过。奇才呀！啊，奇才呀！我小秋风得此奇才呀！各位祖师，我小秋风得此奇才呀！奇才啊！奇才，奇才呀！上香了！师傅也太容易满足。那我这就算是入室了。以上3位，炼气7阶，化神3阶，反虚2阶。请各位长老评断。根据各位的修为，长老们评定各位历练的地点分别是：西路乱葬岗，北路火云洞，南路精卫岛。非常棒！你上次进步了那么多，师叔可太为你们骄傲与自豪了。来，干杯！小琼峰、李长寿，到你了，师兄。哎，来了！哎，哦。各位长老啊，大家觉得这位弟子的修为应该在多少合适啊？化神9阶。可以啊，小长寿，什么时候这么有长进了？长寿去乱葬岗陵，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那个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？啊？那炼气9阶，怎么又退步了？也浪费。哎，这长寿是要玩死我呀！哎呀。干脆炼气4阶。炼气4阶那可是乱葬宝灵啊，会不会太弱了？无妨，有
元清在，自会保护他的。你是怕别的队友太强，抢了你家弟子灵宝吧？哎，哎，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小琼峰内堂一向只有我与师傅2人，一旦有外人闯入，就会自动触发我部下的机关。待我探查一番。6辰6时6根6玉，走。魂魄干净。没有夺舍，没有心魔，也没有正果。你干嘛？你那铃铛哪儿来的呀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。遗物？嗯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有一点流程要走。哎，请问啊，您这18代族谱里可有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？你谁呀？看来是没有了。您是否在公共场合发表过一些对人族不敬的言论呢？我师傅呢？你师傅又是谁呀？我师傅……放开他！师傅，师傅，你给我放开他！是。好。谁把自家老巢布那么多机关啊？你防贼呢你？不是你可以呀，现在精进了，你连软仙散都顶住了。你太小看我了！我告诉你，我吃过的蒙汗药比你吃的大还丹都多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呀？小琼峰门人可杀不可辱。门人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不允许为师多一只衣钵？师傅你怎么跪下了？我也不想跪啊，但是头太晕了。哎，师傅。哎，师兄。我从小就没爹娘，四处漂泊。半年前被仙灵峰收入外门见习，可他说是见习，其实就是杂役。我受尽了欺辱，实在是忍不住，从山上逃了下去。幸好遇到了师傅路过。是吧？不，哎，好徒弟，仙灵峰那是横行霸道惯啊！这么好的一块璞玉，他们也下得了狠心糟践。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看看，看看，你看给这娃娃弄的啊！这种事儿，我们小琼峰不管，谁能管啊？既然如此，请听题。听题。你修为在化神9阶，某一天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炼气境的女弟子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啊，不是我他啊！甲2冲上去弄死他，乙圆润的玉发波扔他，丙撞到什么都没看见，你选哪个？不，哎，等一下，3、2、1，我冲上去弄死他。慢走不送。师姐。泥土，你干什么？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你胡说什么？请坐。上次宗门大比，仙灵峰排名第几啊？要考我？渡仙门800山头，排名雷打不动。扫帚峰、破天峰、仙灵峰。那小琼峰呢？切！作为小琼峰的高徒，宗门大比蝉联第800名，你还有脸提？嘿，这耻辱柱的一半，自然也有师傅的功劳嘛。再说了，这800峰主是不是只有师傅一人没有渡劫成仙啊？
不是说这么多，你关灵娥什么事儿啊？实力如此悬殊，我们还要抢人家的冷灶来烧，这岂不是横生枝节，惹祸上身？惹祸上身！我告诉你，就是贪生怕死。你死性不改，你改邪更张，你张口就来，来去无踪。你宗门不幸，你姓姓。师兄，师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一定可以的。请听题。你化神9阶，男弟子化神6阶，女弟子练气境非礼，你怎么办？扔法宝砸他！师兄，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师兄，是吗？啊，那个师兄可以让我进去了吗？那还不行，现在。别担心，灵娥，我是谁？我是小琼峰的峰主，这里我说了算。实在不行，师傅就死守在这儿，那个孽徒绝对得点头。哎，多谢师傅，但是不必了。既然师兄不欢迎，那我也就不强留了。师傅您保重，我走了。灵娥，灵娥。我小琼峰峰主说了算。哎，你你有没有同情心啊你？啊！我当年捡你的时候，你不比他体面多少？是，师傅当年就因为捡了我，导致自己精疲力尽，都没法专心修炼了。你少阴阳怪气的，啊！当年我道基被毁，进益本来就慢，不是靠你给我练的仙丹斗底，我连现在的境界都稳不住。全天下像我这种没用的师傅没几个。但是像你和灵娥这种孩子，师傅见到了不能不管呀。修仙嘛，不是为了修仙，是为了做人。哟，这不是我仙灵峰外门小弟子兰灵娥吗？仙灵峰来抢人了，你不管是吧？你不管，我管。定，你放开我啊，女徒！别急呀，师傅，你就等着看我操作吧。什么外门弟子，不过是个入门半年还没拜师的杂役，还敢以下犯上，打破师兄的头，找死！怎么着？想跑啊？想改投小琼峰门下呀？那小琼峰也不会要你的，你这个垃圾！圆满，他为了救你打破我的头，你要不要也来一出英雄救美啊？不敢，师兄，我去望风。你敲我1下，我敲你10下，很合理吧？啊？嗯。你放开我！我要去救这个娃娃。时候未到，别急，再等等。你等什么？等9成8把握。现在几成了？现在9成7吧。9成7，你等什么呀？不到9成8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你干什么？你松开我，让我看看呀！你打我干嘛？没有啊。谁呀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打我？是不是你？不是。你又打我干嘛？你推我干嘛？明明就是你打我！你是不是打我？干嘛打我？你干嘛打我？打我！你停！我们今天是来教训小兰灵娥的，你干嘛自己打自己人呢？那不是你先动的手吗？不是，谢谢。
兰陵娥，你今天跑不了。谁说他跑不了？师傅，莫急莫急，你现在还未入小琼峰师门。贫道齐元，乃小琼峰的峰主，和仙灵峰的蒯司师出同门，我先入师门。论资排辈，你们应该叫我一声师叔、师伯或者师大爷。师什么伯呀？不就是个道基受损还没渡劫的糟老头子吗？是不是？就是。你们把这小女娃欺辱成这样，贫道不会袖手旁观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？我们仙灵峰清理门户，与你小琼峰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贫道对仙灵峰的峰规素有耳闻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有宵禁吧？吓唬我！糟了，师兄，这光顾着打，忘记看时候了。仙灵峰弟子，日落不归。打多少遍来着？师兄，咱还是快回去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走。兰陵娥，我今天要是不办了你，我就是不走了。等等，没听见吗？再仔细听听。掌门的巡山仙鹤。掌门身居扫愁峰，巡山仙鹤，巡800山头，今日巡到小琼峰了，还不快拜！巧了，这巡山仙鹤也是我的旧识。他说了，若你们再胡作非为，啄掉你们的眼睛。师兄，你看就你话多吗？大师兄来了！师兄，大师兄，眼看就要入夜了，你们怎么还不回仙灵峰？都是他们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也是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。回去后，师父若责罚你们，我替你们说情。多谢师兄。仙灵峰弟子袁清，拜见齐元师伯。元清是指客气。师伯，兰陵娥是本峰受罚弟子，依本门律令，不可转投他们，请师伯归还兰陵娥。元清是指，修仙修的是人，人要讲人情。兰陵娥并未正式拜师，她去何处又有何妨呢？师伯，弟子冒昧直言，方才师伯伪造掌门的巡山仙鹤，已是僭越之举。若弟子将此事告知掌门，恐怕对师伯不利呀。是指你没事就拿掌门吓唬我？他来了怎么样？蒯司是我师弟，我来了啊！扫仇者9也。望京上人座下共有9名弟子，都冠以一个9字。这位年纪不大，辈分却高，乃是扫仇峰第9名关门弟子，剑钟馗、九钟馗，99师叔是也。99师叔好酒，小琼峰的珍珠酿奇香无比，他一定会来。9，冲！目标小琼峰。现在有9成8的把握了。
就是这个味道。来说说吧，是怎么个事儿啊？师叔，就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！怎么还跑过来欺负我？师叔，九九师妹，我可以作证。眼见为实，把这个小姑娘打成什么样了？他还把我师兄的头……人证物证俱在，元清，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师叔，弟子愚钝，偏听了一面之词，害了灵娥师妹。弟子知错了。灵娥师妹，之前都怪大师兄让你蒙受了委屈。啊，既然是非已分，你若还肯随我回仙林峰，我定在师父面前为你澄清。不是你们让我走的吗？那我现在就是走了。哎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小灵娥可没有正式拜师，她想去哪里都是她的自由。元清，你怎么看？他是来给小琼峰撑腰的。那，就依师叔所言，你们霸凌同门，门外私斗，还夜不归宿，仙灵峰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，都给我滚回去领罚！是师兄。站住！完了。弟子处理的有何不妥，请师叔明示。你打碎这一坛好酒，不跟他赔罪吗？这，弟子甘愿受罚。石坦，现在就赔！不白来呀！谢了，回。师傅，我真的安全了。哦，天哪！哎，那今天那个九九师叔怎么突然那么就正好的路过，而且他还正好把我救了。哦，对，还有那个仙鹤，这都是师傅安排好的。师傅，真的。哎呦，灵娥，你是真傻呀！那是他。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啊？什么？你发现一个化神6阶的炼气士正在非礼一个女弟子，你冲上去杀她，你又怎知她没有隐藏修为？能做出这种龌龊事的禽兽，会那么实诚吗？那我扔法宝砸他也不对吗？可你又怎知对方没有法宝？若对方是个大仙，法力高于你，你把他惹恼了，你又如何脱身？更何况你自己也是一个女弟子，若是那禽兽反过头来非礼你，你又能怎么办？洪荒世界，诸事难料。你以为你在救人，实则是在害己；你以为你在行善，其实是在自取灭亡。爱会生恨，助也是害，浪终成惨。那我错了。想要活下去，只有一条法门：远离一切是非因果，专心保护自己。若是人人都保护自己，人人不害他人，这世界不就美好了吗？所以，知道答案了？我知道。大声地告诉我，你该怎么做？我装没看见，去找师兄。师妹，请。当当当当当当！哟，咱小熊吃那么好呢。来，哎，师傅，嘿嘿，是不是得先喝个茶呀？啊？敬这老树发芽，再添新丁。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你！乖。师兄，请喝茶。
你这个小子是不是早就猜到仙灵峰会来抢人啊？我是没留在这儿，那么早我就过去还。师兄，原来你早就想留下我了，那你设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这师兄啊，什么都不学，但是阴险算计这块他渡仙门称第2，没人能数第1。我告诉你啊，一字记之，稳。师兄，你实在是太稳健了。传授啊，把那个盖子打开，特地给你做的。不会是整我的吧？自己都忘了吧？今儿是3月初7，你的生辰，我捡你的日子。师兄，生辰快乐！万缘千会弹指过，争斗干什么？啊！天地苍茫，要和平。跟着我回去，天天有饱饭吃。怎么听不懂我说话呢？买空的猫。修道之人，应心存善念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没。这小屁孩蛮重的嘛，就他，感觉身体底子比我还好。喂，后面人跟上没？师傅，这30寒暑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太恶心了你！啊，老天爷，把我这孽徒收了吧！啊，这不收了？哎，也是。灵娥也留下了。今天长寿又是过生辰，哎，喝点酒。哎呦，我往哪儿走啊？百年的珍珠酿。站住！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百年珍珠酿，你是不是给酒了？师傅，你知道我存了多久吗？师傅，你也就说别喝酒。你这个礼没让我省一点心，我这……娘，大哥，我到新家了。师兄不会被打死吧？哎，师兄，怎么样？师傅在里面发火呢，多长时间了？贤卿，为师这80金鞭是罚你自作主张，落了仙灵峰的面皮。你身为大师兄，总得给师弟们做个表率吧？弟子知错。本座虽离金仙还差1步，可他奇缘又算什么东西？等我腾出手来，就能让他灰飞烟灭。师父，不过经此一闹，也并不是没有斩获。你且说说看。自始至终，掌门都未曾出现，却又做下99师叔代言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掌门他老人家还在闭关。忘情一向守时，从不推迟出关。莫非是遇到了什么难题？弟子以为，非常之时，自有非常之机。整个仙灵峰上，能得为师信任的，
唯你一人。3年后的历练大会，就是你代表仙灵峰大放异彩之时。有为之徒，才有在仙灵峰待下去的资格。那些不成器的弟子留在仙灵峰，也只是行尸走肉。你是大师兄，斟酌着办。姚满是罪魁祸首，大师兄定是杀鸡儆猴才对。这人废了，抬下山去吧。赶紧把他带走。尊上，修仙阁使者求见。修仙阁主就如此心急，定要在本尊闭关之时派你前来。尊上实力卓然，就连受伤闭关也能画出幻影分身来见。莫非本尊的这位盟友也想借机查探一下本尊的虚实？尊上言重了。阁主派我前来，只是想询问之前委托您办的事，进展如何？谢雪尘被困荣渊7日，道心仍未涣散。无人能在荣渊活过3日。谢雪尘身上有混沌珠的线索，他还不能死。你们人族就是如此没有耐心。尊上可别忘了，若是得不到混沌珠，我们修仙阁是不会冒险帮你打开万仙阵结界的。只要结界存在，暗族就永远无法跨过2界山，踏足人界。回去告诉你主上，本尊既然已经答应了此事，便自有安排。以后莫要过分。现在能够交出你的诚意了吗？化影丹乃稀世珍宝，世间少有，可助高阶暗族修炼出投影分身。其本体虽出不了万仙阵，但可令投影穿过结界，到达人间。人族，师父曾说过，人族虚伪，仙盟更是卑鄙。您当年就是因为相信了仙盟中人，才落入他们的圈套，痛失右臂。您恨人族，恨仙盟，反攻人界是您的夙愿。我本以为您是担心我性子跳脱，才不让我参与您的计划，但现在瞧着，您是宁愿与您最痛恨的人族合作，也不让我这个当徒儿的帮忙。看来在师父心中，我是连人都不如了。哼，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仙盟中人。凭何判断？凭我知道师父想要什么。人界有一物，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夺得，那就是上古神器混沌珠。相传远古之初，世间混沌，后天地2分，方成就3界。然混沌之气并未消亡，而是化为2件神器：天命书和混沌珠，相依相克，共同维护天道。万年前，混沌珠因补天之故坠入凡尘，数千年后被人族寻得，人族建立仙盟，利用混沌珠之力布下万仙阵结界，将暗族阻隔在这暗域之内，半步不得出。混沌珠乃神器至宝，蕴含混沌之力，仙盟5派堪得可解。如今，它被存放于雍雪城珠塔，要开珠塔，必须有5派掌门谕令。您囚禁谢雪尘，
不就是为了逼问仙盟谕令所在，开塔取珠吗？很好，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想要混沌珠的另有其人，既然双方都有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要加以利用的。你去见谢雪尘，又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去见谢雪尘，当然是为了问出仙盟谕令所在，替师父分忧啊。如此说来，师父当日为了围捕谢雪尘，受了重伤，可有好转？怎么突然关心起师父了？养育之恩，无日或忘。我可一直想着，该如何报答您呢？没做什么多余的事吧？嗯？当然没有啦。尊上，谢雪尘上来了。不劳师傅，您安心闭关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去吧。举天，桑奇何在？你我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你。暗域圣女穆玄灵，还请少宗主多多指教。宗主你，是在找我吗？少宗主如此心急，难道是对荣渊一吻念念不忘？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剑刺破一夜，不负天
你不该来这里。再不走，你的灵力就没了。这一招倒是与我心有灵犀，那就请谢少宗主挟持我一起走吧。世人常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亲了少宗主一下，怎么着？也有10天半个月的恩情，少宗主竟全然不留情面。在荣渊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何必视我如敌寇呢？为了救你，我可是连清白都搭上了。当时有暗域的刑官在，我没法同你说清。我为你吃下的药叫半日芳华，服下以后便可很快恢复全盛功力，只是需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药效只能持续半个时辰，现在恐怕已经到极限了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接下来的10日，你都会是个灵力全无的废人了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亲手杀你了。战影，退下。但我真的很想杀了谢雪晨啊！哎呀！可是我被挟持了。他会杀了我的，所以呢？谢少宗主可不能始乱终弃呀！你是怎么？你不在，战影没了战斗欲，自然就好对付了。不过，你不好奇我是怎么从万仙阵里出来的吗？在荣渊之时，我便知你不是暗族。暗族没有心跳，但是你有。你和桑琪都是灵族，不愧是天生识窍之人，果然是感知力惊人。但你是暗域圣女，同样作何多端？喂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哎。你要晕也不能晕在这里啊！万一坏人追来怎么办？谢雪晨，坏人？谢雪晨，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？谢雪晨，谢少宗主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可喊了我的名字啊！果然是对我念念不忘呢。我们已经离开了两界山，一路上我隐匿了气息，没有人追来。此地只有你我2人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的。你为何救我？你到底有何企图？自然是图你的人啊。荣渊一面，我对谢少宗主一见钟情。所以献上绝世灵丹助你脱困。我原本想着半个时辰也足够你逃出暗域了，
谁知你行事如此嚣张，竟直接杀到诸神宫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陪你演一出被挟持的戏码了。哎呀，为了你，我可算是欺师灭祖了。阿宇，我是回不去了。以后，你去哪，我便去哪。你身为爱玉圣女，怎可能背叛丧妻？我们从来平心而动，不讲道义，谈何背叛啊？你不信啊？那不如我告诉你桑琪的计划。他与人族有交易，想要得到混沌珠。你是仙盟盟主之子，又是雍雪城少城主。他将你关在荣渊折磨，就是要等到你求死不能之时，自然将一切都告诉他。我说他与人族有交易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你知不知道，仙盟之中有奸细？原来你都明白。也是，虽然万仙阵出现裂隙要修补，人所共知，不算秘密。但补阵人会在何日何时入阵，只有仙盟中人知道。桑琪设下埋伏的时机又是那样刚好，你这么聪明，自然一想便能猜到。其实那天，如果你放弃修补结界，本可以全身而退。结界破了就破了，暗族要去人界，就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池特用命去护。剑修之道，你们爱玉之人自然不会懂。桑琪与何人在交易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真不知道，没必要骗你。5枚仙盟玉令分别由5派掌门守护，光得到雍雪城这1枚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猜桑琪一定还另有计划。你看，我对喜欢的人向来毫无保留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可都告诉你了。这妖女说话真真假假，绝不可轻信。我身上的伤，当然是我替你上了药，换了衣服。谢少宗主果然伟岸不凡，天赋异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今你无灵力，我有魔功，明知不敌还要出手，难道是欲擒故纵？放开我！放？往哪里放？这里吗？大娘，木姑娘，哎，我是方才听到你们房里传出了说话声，想着是你相公醒了，我正好熬了粥，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多谢大娘了，正好我们都饿了。我跟我相公这次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这荒僻，你们在这养伤啊，不怕仇人追过来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你相公伤得不轻啊，那还是在这养好些再走。正好呢，我儿子会点医术，还可以帮他换换药。多谢。不谢不谢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运气真好。哎，别看了，看什么看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好啦，我承认我说谎了。我跟他们说我们是私奔的小夫妻，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你是落魄的江湖剑客。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还要派人追杀你，他们便收留我们了。相公，
咱们看着像一对吗？之前帮我疗伤的是那位夫人的儿子。是，我承认我没有看过你伟岸的身躯，也没有帮你上药疗伤。这衣服也是托人家侯大哥帮你换的。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最会骗人。但有一句话却是真的。哪一句？喜欢你的那一句。你如今肉身受创，法相受损，与寻常凡人无异。多吃五谷有助于恢复元气。你早些恢复，不也好早些摆脱我吗？你就不怕我在粥里下毒？你若真想害我，又何必救我？我是没有下毒，但下了药。放心，是补药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